花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科幻名著《第一次接触》，原著莫里·莱因斯特。汤米是一名飞船导航员，他正乘坐蓝瓦邦号飞船执行任务。飞船离开地球已相当遥远了，屏幕上显示着大气层外闪烁的星辰。然而每颗星对汤米来说都是陌生的。这里是巨蟹星座星云，飞船前方是一团极为稀薄的气体云。此时一个发光体缓慢出现在屏幕，探测器发现在8万公里外有一艘外形奇特的飞船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向这里驶来。船长发布了紧急通告，一艘不明飞船在探测我们的位置，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人类。飞船立即进入1级战备。船长命令飞船继续前进，去一探究竟。最终双方的飞船都在相距几百公里处停住了。詹姆船长显得异常紧张，他启动了武器动力系统，高功率的激光炮已经准备就绪。汤米看着这一切，他开始思考，两种不同的文明社会接触时，一种文明通常要从属于另一种文明，否则就会引起战争。至少人类永远不会同意屈属于他人，当然外星人也许同样如此。确保任何一个文明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先发制人，无情地摧毁对方的飞船，或者选择同归于尽。此时蓝瓦邦号收到了对方的信号，但内容却令人无法理解，并且外星飞船留下了一个装置，然后迅速退后，在400公里外停了下来。船长下达了命令，让汤米前去检查外星人留下的装置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蓝瓦邦号也将退回到400公里之外。汤米接受了任务，他乘坐巡逻艇向着双方飞船的中心位置驶去。汤米通过检查发现，外星人留下的东西是一个双向交流通讯装置，很明显对方想要建立沟通。之后蓝瓦邦号派人来安装了通讯装置，双方将通过这个装置进行通讯。事实上，蓝瓦邦号飞船自起航时就肩负着一个任务。大约在公元前2900多年，巨蟹座星云内发生了一次爆炸，爆炸光芒在公元1054年传到地球。古代欧洲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此都及时做了记载。那次爆炸的闪光时间长达23天之久，瓦兰邦号来这里就是要进行观察和研究。当然，外星飞船也许负有相同的使命，这就使这次考察的本来目的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几千年前的爆炸把星云地区的生命痕迹都毁掉了，所以外星飞船只可能来自另一恒星系，它们很可能像地球的宇宙飞船一样，来此纯粹是进行科学研究的，因为星云里没有什么物质可以开采。但鉴于目前情况不明，双方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。外星人所留下的通讯装置无疑是打破目前僵持状态的突破口，因此两只飞船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休战状态。外星飞船和蓝瓦邦号都在进行观察。经过数日的研究，汤米有了重大突破，并且通过观测外星人留下的屏幕视镜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。数据显示，这些外星人呼吸氧气，并使用红外线看东西，可以推测他们的恒星系是一颗红矮星。但同样的，对方可能根据人类视力得知太阳的光谱。外星人对话并不使用声音，而是采用微波来进行交谈，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有心灵感应。双方在屏幕前交流时，使用一些图像符号来代表各种东西。目前双方已掌握了2000个具有意义的词汇。后来汤米改造了翻译机器，可以将外星人的微波群整理分类并进行翻译。对于人类要表达的话语，则进行译码转化为微波发送给对方。如今双方已经可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了。船长下令让汤米对外星人说一些客套话，比如人类抱着友好相处的目的之类。汤米熟练地将信号发送给了对方。不一会儿，外星人发来了回复，信息上显示，对于你们的友好我们表示赞赏，但是有没有办法使我们大家都活着回去？我觉得我们中有一方必定会灭亡。顿时蓝瓦邦号飞船一片慌乱的气氛。
这段话让船长颇为震惊，因为外星人的顾忌竟然与地球人一样，如果蓝瓦邦号飞船飞回地球，对方尾随而来，那么地球的坐标就会暴露无遗，这就迫使双方开战。当然，外星人也正处于同样的进退维谷之境，他们也有着一样的担忧。目前的形势下，双方必须消灭对方，才可以安全离开星云地区。但在不知对方实力的情况下，大家都按兵不动。随着双方的互相交流深入，情报不断的交换，每一方都不敢下手去率先进攻。在此期间，汤米担负起了通讯任务。双方在技术问题讨论时谈到了星际航行，而阐明航行过程就得需要星图。经过双方约定，他们决定交换星图，结果双方都没有中计，因为给对方的星图全部是假的，似乎哪一方都不是好欺骗的。如今蓝瓦邦号上的工作异常繁忙，他们分成了2个小组，一部分人在准备着打赢的工作，他们改进了武器系统；另一部分则在准备着战败的工作，他们收集了飞船上所有的资料档案，随时准备进行销毁。接着，船长制定了一些计划：一、把存在外星人的消息传回地球；二、探究外星人所在星系的位置；三、尽可能地收集外星人文化社会的情报。如今的事态，战争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。对于船长的计划，汤米很忧虑，他感到有一种非常可怕的责任感。如果他们在这次遭遇中失败了，人类就大有可能在未来被消灭掉；如果他们胜利了，外来人将面临毁灭，数亿人的性命将取决于少数人的行动。然而，汤米找到了答案，这答案简单，令人惊讶。汤米信心满满地告诉船长，他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这个计划可以攻击外星人的飞船，并且可以使我方的飞船免受袭击。终于，詹姆船长接受了这个计划，他决定和汤米一同执行这次任务。他们2人乘坐巡逻艇从蓝瓦邦号飞出，向对方的飞船飞去。船长说，之前外星人同意交战前要互访，这显然是想看看我们的飞船。现在我们要迈出这一步了。汤米认为，双方出现了一个谦恭有礼的传统，就像2个古代骑士在比武前彬彬有礼一样，先是由衷地赞美对方一番，然后再使出18般兵器互相厮杀。之后，雾霭里穿出一艘小型外星巡逻艇，外星巡逻艇指引着他们前往了外星飞船。而与此同时，蓝瓦邦号也迎接了外星访客。此时，黑色的外星飞船出现了，它庞大无比。汤米的巡逻艇进入了外星飞船，他们展开了谈话。汤米利用设备充当翻译官。詹姆船长说道：“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战争。但我到这儿来，是提出另一种抉择。”外星船长似乎有了兴趣，示意继续说下去。詹姆船长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在这儿僵持了快2个月，相互交换了情报，说明彼此都不希望战争。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友好交往的机会。我的建议就是交换飞船，然后各自回家。我们可以调整仪表，彼此将无法跟踪。双方要销毁星球图以及各种记录，并拆除武器。我们乘你们的飞船，你们乘我们的。为了让你们无法拒绝，我们是乘坐核动力飞船来到这里的，你们必须接受这个建议，否则我就引爆核弹。”汤米将这些话语翻译给外星人时，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。外星船长说道：“我们派去的船员也携带了炸弹，看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了。”接下来的3天时间，双方的船员们混杂在一起，都在潜心学习对方飞船的操作流程，大家都神经紧张，并彼此相互监督。双方开始拆卸、销毁武器系统，搬运食品物资，并且悉数销毁了星图资料。双方船员都采取了严格的步骤，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规避协议。但对于双方的古典书籍和文化资料都做了保留。
当做一份简单的礼物馈赠给了对方。终于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在2只飞船分离之前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。他们商定双方建立通讯，并在巨蟹座星云中的双星公转1周后再次相会。之后双方驾驶着对方的飞船穿梭在宇宙空间之中。汤米和詹姆船长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。外星飞船上有很多称心如意的东西，比如更好的飞船动力系统将会对人类受益匪浅，而外星人对蓝瓦邦号飞船上的发现也会感到高兴。从任何标准来看，这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这无疑在建立友谊方面已经做了良好的开端。汤米在返回地球的途中开始了期待，他期待与这个外星种族的再一次会面。